Hello， 大家好，春天来了，终于来了。北美的朋友就知道，冬天实在是太漫长了。养兰花的朋友有没有特别兴奋？随着养的兰花越来越多，室内的兰花密密麻麻的，好不容易等到春天来了，赶紧把那些没有开花的又不太怕冷的兰花搬到室外。春天和夏天就是他们的假期，他们可以尽情地享受阳光、空气，就像我们去度假一样。度完假，充了电，他们会长得更开心，花也会长得更漂亮。可是天有不测风云，有2天纽约的天气突然升温，温度达到差不多摄氏30度，华氏86度。习惯了漫长的冬天，还没有适应春天，夏天突然来袭，把我在外面的花晒得遍体鳞伤。看，真是惨不忍睹啊，好伤心啊。本来是想让他们在外面度假，享受阳光，阳光可以说对他们是恩物，但是如果弄不好的话，就成了杀手了。看这一盆天宫石斛，拿出去之前还是好好的，现在，这条老枝杆上面的幼苗也变菜干了。本来在这个阶段就是控水的阶段，水很少，再晒一晒，干一干，真的就变成菜干了。这个时候如果不出手拯救的话，它就会慢慢挂掉。现在呢，我从这个位置下刀把它切下来，因为这个位置已经干了，吸不到水分，不切就等死了。看，这个切口已经收干水分了。再来看另外的这一条比较粗壮的这一条，头部也开始黄了，它也会慢慢的像刚才那一条那样收缩干枯，所以趁现在它还没有干枯之前，把它切下来繁殖育苗，延续它的生命。虽然现在并不是繁殖的好时机，因为正在催花促花的时候，很有可能在茎秆的节点上已经形成了我们肉眼还未能看到的花芽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育苗的时候可能它就会长出花苞。但是现在这盆花这种情形，不做处理的话，它就等死了，只能孤注一掷，就是赌一把了。看这一条，本来已经长有高芽了，但是现在这一条是完全没有希望了。接下来就是处理切下来的枝杆。这一条本来是新枝，叶子晒伤了，就把这些晒伤的叶子剪掉。这一条它还没有成熟的枝杆，还是幼苗，我想用水培的方法尝试，看它能不能长出新根。另外的这一条是今年的主枝杆，比较粗壮的，叶子掉下来之后，不是在节点这个位置有一些叶子吗？像这种枯了的叶子，我在中间这一节呢，把那些干枯的叶子拔掉，两边还留有，就是中间这一节剥干净了。主要想做一个实验，比较一下，看看节点上有和没有干叶包着，对育苗有没有区别。这2条准备用来育苗的枝条呢，最好能够杀菌消毒一下，因为育苗的过程都是比较潮湿的，否则很容易长毛。我用的是 Phison 20，1茶匙对1加仑的水。
用喷雾或者是浸泡的方式都可以。接着就是用1升的水滴几滴这种 Super Thrive 喷洒在这2条枝条上。这一次呢，我打算用新的方法来尝试育苗，因为很快我要去旅行了，没有时间给它喷雾，就做一个自动吸水盆，让它自动吸水。方法很简单，就是用一条棉绳穿过盆底的洞，上半段跟水台接触，下半段呢留在盆下面。下面的我会放一个容器，里面装一些水，下半段的棉绳就会把下面的水往上吸，这样就可以让水台长期保持湿润，达到育苗的目的。这里要提醒一下，重点就是要把这些水台压紧，否则等一下呢，枝条就很难固定在上面。我比较喜欢这种方法，就是把整条枝条固定在水台上面，不要切成一段一段。把它分段的话，伤口自然就多了，感染的机会就大了，而且枝条也比较容易干。我这种方法除了可以避免这几个缺点之外，还可以充分的利用枝条上的营养，让新长的芽继续吸收这老枝上的营养。刚才我不是说水台一定要压紧吗？看到我现在这种操作，你就明白是什么意思了。因为水台不紧的话，这个固定的针就很难扎得稳。这个是不是叫白铁针？我也不太清楚。如果没有的话，就用一条金属线把它弯一下，像这个形状就行了。就是把翘起来的部分把它压下去，扎在这个水台上面，就像这样，就是把整条枝条跟这个水台贴紧，就像这样子就好了。另外的一条枝条呢，也是用同样的方法来处理。2盆都装好盆之后，就把它放在2个装有水的容器上面，贴上写有名字和日期的标签。这种方法我想比较简单，就是下面没有水了，就给它加水就可以了。下面这个水量呢，1个月它也不会干。这种方法成不成功，现在还不知道，因为这是我新的尝试。因为要去旅游嘛，没有人浇水逼出来的想法。这个新的尝试结果会怎么样呢？日后我会跟大家继续跟进。谢谢收看。